清晨，一轮橘红色的朝阳从地平线上升起，给笼罩着氤氲迷雾的大地涂抹上了一层霞光。松树苍翠地站在白皑皑的雪地里，随着凛冽的西北风摇晃着身子，发出尖利刺耳的呼啸。风声如泣如诉，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到底是将屋内熟睡的人给吵醒了。魏无羡翻个了身，闭着双眼，一只手胡乱地在身边的被褥上摸了摸，声音微弱地呢喃着：“蓝湛。”无人应答。他猛地起身，眯着一双眼睛四处看了看，才想起来蓝忘机昨日出去夜猎，还未回来，伸了个懒腰，披上披风，下了床榻，倚在静室的木廊内静静看落雪。蓝湛，下雪了。他抬头望着天，雪花飘飘洒洒，纷纷扬扬，悄然无声地落在大地上，一夜之间，所到之处皆银装素裹。美是美，但是看得久了，却觉得美得有点单调。这会儿风已经停了。片刻后，魏无羡瞧见一抹颇为熟悉的身影，在皑皑白雪里缓踏而行，愈来愈近。心砰的一下剧烈跳动起来。他想起蓝忘机临走前自己要求对方3日之内必须回来。那人微微一怔，虽不知道为何，却也十分爽快地应允了，还答应回来的时候多带几坛天子笑。魏无羡朝那抹身影奔了过去，触目的苍白晃得他瞧不清楚远处的人到底是不是蓝忘机，但是这矫健的步伐倒有着几分熟悉的风骨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不过才1日，不是还要赴场盛会吗？心里泛起了嘀咕，他加快步伐，全然不顾云深不知处不可急行的规矩，奔得太急，雪又很滑，英姿飒爽的夷陵老祖毫无预兆地栽了个跟头。就这会功夫，那人已经走近了。魏无羡抬起头，眯着眼睛瞧过去，发现来者是蓝曦臣，心里微微有点失落。也是，蓝湛最快也得今晚才能回来。看清了来人，他才麻溜地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雪。这会儿功夫，蓝曦臣也走得更近了，静静瞧着他打趣道：“魏公子莫不是将我认成忘机了？”魏无羡颇为心虚地摇了摇头：“哪能呢？泽吾君来得真快。”蓝曦臣点了点头，做出一个请的手势，二人一同进了静室。蓝曦臣脱下斗篷，在火盆边烤了烤火，微微一笑：“四季魏公子想学做长寿面，我就早些过来，一起练练手，做完正好可以用早膳了。”魏无羡点了点头，心想：泽吾君，你可真高看了我的水平，做完能吃5膳就不错了。果不其然，魏无羡和面时水放多了，最后和出来的面团足够5、6口人吃食了。蓝曦臣干脆就着他和好的面团，边做边指导怎么拉面才能保证不断。看似很简单，他信心十足地抓了一坨面团，扯了半天，不是扯断了，就是扯的面纠缠到了一处，压根没眼看。来来回回折腾着，还没正式下面呢，早膳的时辰已经过了。见状，蓝曦臣道：“罢了，早膳就吃面吧。”魏无羡心虚地点着头，指了指桌子上被自己扯得面目全非的面块：“要不先吃点疙瘩汤再继续？”蓝曦臣笑了笑，架好锅，开始指导魏无羡熬高汤。看着蓝曦臣将收拾好的鸡扔进锅里，而后又扔了一些佐料，魏无羡头有些大，心想：长寿面不是清水煮的吗？蓝曦臣仿佛知道他在想什么，长筷子在锅里搅了搅，不紧不慢地解释着：“忘机只过了一次生辰，自从母亲去世后，忘机再也没提过生辰之礼的事。既然魏公子想给他个惊喜，我想着，不如将母亲做长寿面的手法教给你。”心里一紧，魏无羡作揖道：“多谢泽吾君。”熬好高汤后，魏无羡就着蓝曦臣拉好的面条下了一锅。有这么一个好先生在身旁指导，这锅面煮得尚可，不是吹牛。蓝曦臣评价就是2个字：尚可。用过早膳，蓝曦臣又教了一阵怎么拉面，直到他能应付自如，才离开静室去忙别的。喝了一碗鸡汤，魏无羡将拉好的面条扔进锅里，掐算着时辰，第1锅煮太久，坨了；第2锅出锅的时候还有点生；第3锅刚刚好，鸡汤恰好用的差不多，只剩1碗了。喝光了鸡汤，他又开始照着菜谱一锅又一锅的煮高汤。忙忙碌碌到傍晚，蓝思追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，就跟闻到了味似的，进了静室就直奔厨房，盯着锅里咕咕冒泡的鸡汤，呼了口寒气：“魏前辈，我和锦仪尽量拖延了，但是韩光俊像有什么事一样，
忙完就立刻要往回赶，怎么样？时间够吗？魏无羡点了点头，盛出一碗热汤递过去。够了，今晚回来刚刚好。那就好。蓝思追捧着热汤喝了几口，韩光君一回来就被叫去了蓝氏，我这才能过来通风报信。蓝思追估摸着这时间蓝忘机也快回来了，放下碗，简单说了几句就走了。魏无羡将锅盖盖严，又在盖子上铺了层布巾，确保香味不会四散，才握着手炉走回那间。不一会，蓝忘机就踏着月色款款而归，脱下披风，掸了掸身上的积雪。他走进那间，见魏无羡怀里抱着暖炉，正坐在木榻上下棋，不禁挑了挑眉。枕边人难得有这雅兴，他的心情也跟着轻快了许多。脱下鞋上榻，扯过被子包裹住两个人，看了眼棋局，白子要输。闻言，魏无羡将手里的棋子一扔，赖在人身上，观棋不语真君子。蓝湛，你怎么学坏了？蓝忘机伸出双手将人揽在怀里，将脸埋进那人的发丝。这2日可还好？魏无羡痴痴偷笑着打趣道：你是不是想问我有没有想你？蓝忘机将脸埋得深了些，并不言语。他抬头在那人的脸颊上亲吻一下，抓起一枚棋子敲了敲棋盘，笑得颇像调戏良家妇女的登徒子。赢了我就告诉你，如何？蓝忘机顿了顿，坐到了对面，淡声道：我带了肉仆。话音刚落，魏无羡立刻抬起头去看他，两眼放光。只见那人淡然无比的落了一子，端起茶杯小酌一口，才道：赢了再吃。后谁说小爷会输？两个人博弈许久，数平局居多。这期间蓝忘机赢了一局，倒也没问魏无羡是否想自己，反而去外间将果脯和温好的酒端了过来，让他边下边吃，嘴里吃着果脯，手里拎着酒坛。魏无羡揶揄的看了一眼对面的人，似乎想说些什么。对方像是猜到了他的心思，淡声道：我没说谁赢。他意味深长的哦了一声，拿起一颗棋子，继续：不赢我就不睡了。对面的人挑了挑眉，似乎也很有兴致，执起一枚黑子落下。又下到深夜，钟声敲了又敲，眼看着快到子时了，魏无羡扔了手里的棋子，耍赖道：不下了不下了，你也不让我睡觉。蓝忘机颔首道：是该就寝了。提上鞋子，他朝人使了个眼色，意思再明显不过：你来铺床，我去解手。那人点了点头，披上披风，外面冷。知道了。魏无羡小步跑到厨房，掀开锅盖，就着汤水和了一团面，又在面板上甩了片刻，拉出一条像模像样的长寿面，扔进锅里，盖上瓷盖，开始在心里默数，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将面盛出来，兑上佐料，切点葱末撒在面上，放进食盒里，提了出去。一出厨房，就见蓝忘机静立在外间的木廊内，见他出来后，一双浅色眸子深深地望了过来。魏无羡心虚地想着，露馅了，谁小姐用这么久的时间？将食盒提进内间，钟声又响了一下，提醒着现已子时了。蓝忘机将手炉塞进他的手里，沉声道：魏婴。魏无羡立刻抬手堵住了他的嘴，笑着说：蓝湛，生辰快乐。那人的眸子亮了一瞬，犹如天边一闪而过的流星。他将长寿面端出来，按着蓝忘机坐在案几前，尝尝我手艺怎么样？蓝忘机抬快吃了一口，顿了片刻，才道：很好。魏无羡凑近了些，双手搭在那人肩头，眉眼里尽是掩不住的喜悦。好吃就多吃点。一碗面，蓝忘机吃的却是停了又停，顿了又顿。魏无羡搂着他的腰，轻声道：蓝湛，以后每一年你的生辰，我都给你煮。那人放下筷子，握住他的手，淡声道：好。吃完面，两个人稍稍洗漱了一番，就解衣上榻，准备睡觉。魏无羡枕着蓝忘机的胳膊，拍着他的胸脯：蓝湛，你的生辰愿望是什么？蓝忘机闭着眼，将人搂紧了几分：你在便好。魏无羡将脸埋在那人胸膛，应声道：我一直在。春花霜白，夏雨秋黄，蓝湛，我一直都在你身旁。翌日用过早膳后，蓝忘机就被蓝启仁叫到了蓝氏。回来的时候早已过了午膳的时间，他想着带魏无羡下山打打牙祭也好，谁知一进进室，就见蓝景仪撒欢般在院里乱跑，
和蓝思追打着雪仗。兔窝前，不知谁堆了2个相互依偎的雪人，头上还扎着一蓝一红的丝带。他敛了气息走近，瞧见魏无羡束着蓝家墨额，一身白衣，正襟危坐在外间的原木桌前，正在和身旁的蓝曦臣低声轻语着什么。走近了几步，蓝景仪就拦在面前，嬉笑道：“生辰快乐，韩光俊。”他微微颔首，蓝思追也走过来，笑着道贺。魏无羡瞧见蓝忘机被2个孩子堵在雪地里道贺，有些诧异的样子，微微一笑，挥了挥手：“蓝湛，蓝湛，这里。”几人落座间，蓝启仁也走了进来，坐在正位，捋了捋胡须，用眼神示意大家现在可以用餐了。饭席间，蓝曦臣将一枚熟鸡蛋放到蓝忘机面前：“生辰快乐，忘机。”蓝忘机道：“谢兄长。”蓝启仁倒是没说什么，只吃了几口就离席了。出了外间，他看了眼依偎在一起的雪人，捋着胡须，轻轻笑了一声。蓝启仁一走，小贝胆子也大了许多，边吃边嬉笑着讲这次夜猎的事情。蓝曦臣也完全没有长辈的架子，言谈举止甚是温文尔雅，一顿饭吃得十分温馨。魏无羡偷偷打量着蓝忘机，心想，恐怕蓝湛上一次这样和家人围在一桌吃饭，还是他很小很小的时候。这时蓝忘机侧过头来看着他，眼里仿佛有一汪春水。怎么了？魏无羡低头扒了口饭，险些呛道：“没事。”用膳过后，蓝曦臣又和蓝忘机在木廊前聊了一会，就带着蓝景仪和蓝思追离开了。魏无羡自打吃完饭就鬼鬼祟祟地躲在里间，不知道在干些什么。蓝忘机推开里间的门，见魏无羡坐在木榻上，正在换衣服，一身玄色长袍，额间那抹淡蓝色的墨额已经不见了。他披散着头发，低头扣着衣服扣子，听见门开的声音，连头都没抬：“蓝湛，过来，看看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”蓝忘机一步走了过去，瞧见魏无羡递给自己一摊衣服，打开看了看，就是他穿了许多年的蓝家家袍。他不明所以的看了对方一眼，那人用眼神示意他也换上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蓝忘机就这样照做了。换上里衣的时候，才像懂了什么一样，嘴角那抹弧度是怎么压都没有压下去。穿好外袍，换墨额时，蓝忘机才发现魏无羡那暗戳戳的小心思，居然连他的墨额都没放过。不仅在里衣和外衣靠近心脏的那一寸内衬上绣了字，就连墨额内衬的正中央都绣了一个英字。穿戴整齐，魏无羡将红色发带递过来：“来，给我束发。”蓝忘机接过发带，细细一看，果不其然，发带的内衬上也绣了一个字：“湛。”束好发，魏无羡将人扑倒在床，趴在他身上，眨了眨眼睛：“怎么样，这个礼物喜欢吗？胸口绣字，心内是你，心外是你的名字。”蓝忘机翻身将人压在身下，蜻蜓点水般在那人唇上一吻，道：“喜欢。”这番回答倒是爽快异常，惹得魏无羡更加浪荡：“韩光俊，想不想看我的衣服都哪里绣了字啊？”蓝忘机挑了挑眉，看着他，并不言语。魏无羡声色放浪的继续调戏道：“来，你把我衣服脱了，就能看到。”这可是你说的。这日魏无羡一醒来，就见蓝忘机矗立在窗前，望着瑞雪纷飞的景致，静默不语。他随手拿起一件披风，披在那人身上，那人转过身，反手将披风解下，系在他身上，伸手将他拥入怀中。向外望去，双目所及之处，皆是一片苍茫，林里而立的树上结满了树挂，这粉妆玉砌、银树琼枝的景色，倒也别有一番风味。魏无羡打了个哈欠，往人怀里蹭了蹭，奇怪，那日你没回来，同样是这等雪景，我却觉得美得有些单调。蓝忘机垂下眼眸看他，微不可察地挑起眉毛：“此番呢？当然是美极了。蓝湛，你觉得呢？”蓝忘机的下巴抵在魏无羡的头上，看着窗外飘絮纷飞的雪，微微扬起嘴角：“美，但有不足。”魏无羡稍稍愣了一瞬，随即心里灵光一闪，微笑着附和：“是有不足。千山暮雪，锦绣河山，怎及于你一场相守共白头的风景？”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